还是挺魔幻的。别的明星代言汽车，几乎没人盯销量，但轮到肖战，事情突然就变得有意思了。因为行业默认，车企请明星本来就不是为了让明星卖车，而是为了扩大影响力，提高传播声量，优化品牌形象。汽车这种大件消费，动辄几万、几十万，要考虑质量、安全、舒适性，还涉及家庭共同决策，本来就不是典型粉丝带货逻辑。所以你看这么多年，代言汽车的明星不少，但很少看到哪家粉丝会给偶像拉汽车销量小表格，因为这不是考核指标。但轮到肖战，事情突然变魔幻了。我观察了这2天，自从肖战代言华为的上届 Z7 汽车以来，不止粉圈在盯数据，连汽车圈都开始盯预订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外界讨论的已经不是普通代言效果，而更像一场公开进行的市场压力测试。21号那天，其实有10来家车企同时开发布会，但最受关注的是上届27分钟大定突破 1.2 万台，平均每秒约 7.4 台。发布会开始前，小定突破8万。从代言预热到这个节点，只过去34小时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来看看同价位竞品，特斯拉 Model 3和小米 SU7 去年一整年的销量分别为20万和25万。也就是说，上届 Z7 27分钟拿到的订单，相当于现任销量冠军小米 SU7 全年销量的 4.6%。当然，如果这是成熟车型卖了1年做到的，不算稀奇。但如果是刚发布就做到这个量级，讨论性质就变了。因为大家看到的不只是订单，而是市场启动速度，或者说是势能。竞品盯的也未必是粉丝买了多少，他们盯的是这个代言会不会改变市场趋势，蚕食他们的市场份额。这是2回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为什么偏偏汽车最难被带货的品类反而出现这种现象？因为它可能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带货，而是带决策。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层级。带货是让人冲动消费，带决策是降低用户原本很高的购买门槛，这是更高阶的影响。买车门槛很高，贵，决策周期长，风险大，要比较参数，往往还涉及家庭共同决定，正常人不会因为明星冲动买车。所以如果有人因为肖战开始关注、试驾、下定，本质可能不是被带货，而是原本犹豫的人被推过了第1道门槛。这叫降低决策摩擦，这比带货高级。在低频高价品类，这种影响反而更稀缺。口红代言容易，手机代言也相对容易，而车最难，因为链条长。所以如果在最难的地方还能产生影响，说明作用机制不是普通粉圈消费逻辑，这才是行业会震动的原因。因为明星作用从传播入口变成了消费决策辅助入口，这动到传统营销逻辑了。但可惜这一点，其他的车企想要复制却很难。不是说他们的产品不好，而是内娱像肖战拥有这样模式粉丝的几乎找不到第2个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其他的明星同样代言汽车却没人考量销量的原因。因为复制这个不是复制粉丝数，是复制信任迁移能力，降低决策摩擦能力，对高价低频品类产生影响能力。别人代言汽车做曝光，肖战不仅做曝光，还有降低用户买车决策门槛，这不是一般流量能做到。很多艺人有热度，但热度不等于有组织消费能力，而且粉丝画像要和汽车潜在消费人群有重叠，这是更稀缺的。如果粉丝主体没有购买力，再高热度也难形成订单。如果有一定年龄层、家庭决策参与度、消费能力，那性质不同。还有艺人要有高信任属性，不只是高关注属性，这是肖战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点。有人有流量，有人有争议，但让人愿意因为他去尝试高单价产品的是信任，这门槛高。另外还要有长期被外界验证商业价值的历史，这点也很少人提。因为长期被审视，所以任何商业动作都会被放大观察，这反而形成现象效应，别人代言没人研究，肖战代言大家研究，这也构成不可复制性。既然订单冲起来了，接下来的压力就给到了品牌方，明星代言只是代言，按时交付，品质稳定才是真正的大考。